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 Kike 有话说，我是大家老朋友 Kike。那今天呢，我现在正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座非常美丽的小城叫维多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就要去参观西班牙著名的福尼尔纸牌博物馆。那请大家跟我一起走吧。这家公司的祖先是 Heraclio 福林尔，他是法国印刷大师的后代。自从搬到西班牙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后，1916年，他的孙子 Felix 福尼尔继承了这家公司。受到德国比勒菲尔德印刷厂的启发，他开始收集纸牌，并建成了最初的博物馆。好，现在我们就在福尼尔这个纸牌博物馆的小广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广场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广场。那我们都知道，福尼尔其实是一个全欧洲或者是乃至说全世界最重要的纸牌印刷的公司之一。那么它的质量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所用的所有印刷纸牌的纸，无论是塔罗牌还是扑克牌，用的全部都是黑心扑克纸，并且用他们特制的扑克油上油，所以呢手感摸起来特别好。那它是西班牙最大的纸牌印刷厂，同样呢也是那这个博物馆呢其实就是他们这个纪念建始人的一个地方。福尼尔主要出的作品呢，其实他们主要负责印刷西班牙纸牌，负责销往西班牙全国以及拉美等地区那么其次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塔罗牌作品，但是非常少。比较经典的有西班牙大明教塔罗El Gran Tarot Esotérico， 西班牙塔罗 Tarot Español， 然后还有这个火地岛塔罗。所以呢，这三个是比较就是全世界比较销量比较好的。到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图片贴到视频上，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的公众号安里克的塔罗。我有写过关于这家纸牌博物馆的介绍的文章，还有关于西班牙纸牌的历史的发展，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吧。所以我现在呢就已经在这个博物馆的1层。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呢，就是现在1楼展览出来的都是当时印刷的就是工具。那我们等一下过去仔细的给它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印刷的这样的工具，这些呢就是比较早期的工具。这个印刷的工具呢，它是大概在公元18世纪左右。这里呢就是比较现代一点的了。我们看到这个是大概19世纪左右使用的工具，专门用来上色。那这里呢也是19世纪左右，把纸牌没有上色的纸牌切好之后，用这个模具去按压去挤压上色。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最早印刷纸牌用的木刻版，和印刷马赛塔罗是一样的工艺。先把图案刻在木板上，然后层层上色，旁边就是印刷好的黑色边框图案，这边还有一些小的模板。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上色板，在木刻板的图案刻出来之后，将每个颜色区域单独刻成不同的模板。因为古代颜色比较少，可能也就3、4种，就需要3、4块这样的模板即可。比如这一块是专门上红色的，那么将纸铺在下面，用这边的毛刷上色即可。这边我们看到的是19世纪德国发明的石板印刷 lithografia， 大大改进了印刷质量和上色，这样现在的颜色可以达到16多种，成品出来的颜色更加鲜亮。这边我们又看到了20世纪初还是从德国引进的金属板印刷技术，
相比于木刻版和石刻版，金属版更容易保存不变形离上色，换出来的颜色也会更加鲜艳。好啦，第一层我已经带大家介绍完了，接下来和我一起去看看重头戏博物馆里面的纸牌吧。我们现在来到2楼，看到的是最早的收藏的纸牌，1460年的纸牌草稿，从人物造型看上去特别像维斯康提塔罗。旁边也是15世纪印刷的纸牌，在木刻版印刷出来黑色轮廓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色是非常粗糙的，那是因为他们当时直接用手指上色，这一点我在公众号有介绍，这样手指上色导致了这些颜色被涂在了区域外面。再往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版的维斯康提塔罗，它是当时设计师班波的徒弟所画。我们对比可以看到，这样的上色和意大利版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上面也是真正的镀金。西班牙版的维斯康提塔罗是世界上仅存的维斯康提塔罗之一，这一幅可以称之为镇馆之宝。在这一层另一个展厅当中，我们看到了现存最早的马德里纸牌禁令，颁布于1771年。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收藏在博物馆中的意大利塔罗，它们分别是佛罗伦萨系塔罗和著名的米特里塔罗。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最顶层，就是最后的一个展区。这个展区呢，大多数都是塔罗牌，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看看这个纸牌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哪些著名的塔罗牌。从墙上挂的画，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展厅是关于塔罗牌的。墙上挂的是 Jacques 塔罗或者酒神塔罗，它们都是属于一个系统。那么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安里克的塔罗，这2副牌我都有介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福尼尔博物馆收藏的马赛塔罗吧。首先上面一排是法国1743年生产的英代塔罗 Jean Payen。下面的是1804年生产的马赛塔罗。我们发现下面的牌属于2代系统，并且恶魔牌有所不同。从画面来看，特别像 Cloud 塔罗。那么在它们旁边，我们看到了西班牙生产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塔罗。在另一边，我们看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生产的马赛塔罗，为了做对比，抽取了相同的牌。第一列是18世纪德国生产的马赛塔罗，第二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康贝尔马赛，生产于1760年。第三列是19世纪生产的马赛塔罗，第四列是意大利波罗尼亚塔罗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有特点的恶魔和太阳牌。下一列是埃特拉塔罗，还有一些卡巴拉的纸牌。剩下的这些就都属于德国生产的德国系统纸牌。除了这些比较重要的塔罗牌以外，博物馆里还收藏了雷诺曼纸牌、中国纸牌、日本纸牌，用精美盒子包装的波斯纸牌、变形牌 Transformation Playing Card， 它就是在正常的纸牌法国花色上面画上了各式的图案，称为变形纸牌。还有专门负责外销的法国花色的纸牌等。在参观结束后，还有卖小纪念品的地方。好啦，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关注我的公众号安里克的塔罗，我是安里克海茶仙子，我们下期再见。